你给魔晶派了律师团队，你有多大把握？魔晶侵占国有资产的官司，谁也做不了主。魔晶剽窃捷讯的官司，我让郭新年去准备有效的证据。他老人家一去4天，连个消息都没有，我现在吃不准。我怀疑他就是剽窃。 姐，我没见过那个人，他不是少爷身边的人，你一定要把钱数清楚，然后跟少爷打个电话确认，再把东西给他。姐，我没见过那个人，他不是少爷身边的人，你一定要把钱数清楚。 然后跟少爷打个电话确认，再把东西给他。名单呢？刚才屋子里搜遍了，没发现。那女孩呢？刚才数钱的时候来了一条信息，她应该就在附近。你知道她在附近，干嘛回这儿？你只付了一个人的钱啊。
哥们儿，你上吗？我等人。哎，阿姨，看完房子您觉得怎么样？我觉得挺不错的。这房子挺好的。对对对，就是这个价格。价格，回头我们跟房主再商量一下，应该没有问题。行。咱这个房子绝对是好啊。好好好。8720吧，这有人受伤了。对。阿姨，这个房子在我们这一片性价比应该是最高的。关键呀，这个房子呢还带个车位。你这个辩护词专业术语太多，必须改。你着急也没有用。我能不着急吗？你看看外头那些上班的，人在岗位上，心都不知道去哪儿了。有的恨不得进来坐着听听我们这官司能不能赢，有的已经偷偷往外递简历了。我这公司能不能撑下去，完全就看这场官司能不能打赢。都今天了，你连辩护词都没给我改好，天天跟我在这矫情。你也担心这官司打不赢啊？我打官司就没赢过。那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严格的说，这个官司不成立，因为我们一再申诉，运营商用你们没有通讯牌照这件事情起诉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李总现在正在帮你们争取，希望选择仲裁。如果是仲裁，主要依靠的是行业协会，那你就是有赢面的，所以不要放弃希望。仲裁？对，是仲裁。那总好。李总现在比较担心的还是你那个关于剽窃的官司。郭总，你能不能理解我一下？再考虑考虑，告诉我那个证人他到底是谁？我希望请他出庭作证。我跟你说过了，我不能告诉你。你怎么来了？不好意思，王律师，占用你一点时间。郭新年，出来一下。王律师，不好意思啊，你喝点水。李奔腾让你提供捷讯剽窃魔晶的证据，你为什么不给？都4天了，你都不给李奔腾打电话，为什么呀？现在他会觉得是你剽窃了捷讯，真相很清楚，你为什么不说？错误是我犯的，你现在必须实话实说，否则你会输了这场官司。那你要我怎么做？打电话给李奔腾，同时通知律师，让他们把我加到证人名单里，我愿意出庭作证。你做我的证人，你在法庭上怎么说？实话实说。我就说，咱们俩曾经很认真地讨论过魔晶很多次，魔晶是我们俩共同创造出来的。我们有过很多的语音通信记录，是你帮助我得到的洛菲斯的投资，还有你和京城的那些纠缠。
你觉得我在法庭上这么说，后果会怎么样？我想好了，我辞职。但是你必须争取到李奔腾的信任，必须争取到专家团的支持。你给我的希望放在心上，任你去随便遗忘。李奔腾让我六亲不认，他说的对。可是我做不到。为什么呀？我不想伤害你，无论失去你，还是失去魔晶，我都承受不了。我假装不在乎悲伤，却眼含泪光，偷偷对曾经的美好无法说谎。我一心追逐光芒，有你在身边闪亮，就这样一点一滴被你。谢谢你，郭新年。谢谢你一直保护我，为我着想。但是你错了，这个错本来就是我犯的，我必须要自己去承担，躲也躲不了。可是没用啊，律师已经跟我说了，我一定会输的，所以我为什么还要拉上你一起垫背？我愿意。是你说的，魔晶是我们俩共同的孩子，他在高原上诞生，也有我的心血。如果魔晶真的就这样死了，才是对我最大的伤害。就这样一点一滴被你影响。就是气了那个领导。都在这儿了。名单和少爷聚会的视频没有找到，那姑娘也跑了。您放心，人我一定找到。茫茫人海一身草，你上哪儿找去啊？那姑娘只能更害怕，说不定她要把名单交出去。那份名单，她就是交到公安局都没用。内地的公安不是吃素的。老爷，这件事儿能拿钱摆平，没问题。那就好。我觉得我50岁以后手上就不该沾血了。我想替儿孙积点德。你说这孩子是不是我命里的灾星啊？我真不该把他一人放在这儿，说这也晚了。我更不该帮他打那个官司，我何必跟穷人抢饭吃呢？您别这么说，这只是个意外。你不要管了，这事儿我来处理。不是意外，凡是有因就有果，都是我的错。
沾过一次黑，洗白就很难了。你可以撤掉案底，换个名。你这张脸也可以出高价换一张。可这黑洗不掉。一遇事儿，这些手段都出来了。我不想让儿子像我一样。老爷，我懂。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什么意思啊？他怎么来了？纳兰知道捷讯剽窃魔晶的真相，他是来为我作证的。你们太过分了！王律师，我现在告诉你，郭新年一直不肯说的那个朋友，就是我。真没想到。我先表明一下我的立场：魔晶被剽窃，我负有责任，我有义务说出真相，我愿意为魔晶出庭作证。到底什么意思？这是公司，你能冷静点吗？他来是向我示威吗？郭新年，你瞒了这么久，甚至不顾魔晶的死活，你都不肯说出那个人就是纳兰。他现在为什么来了？他来是你请他来的，还是他自愿来的？我想是他自愿为你挺身而出的吧。郭新年，我就是个废物，无论我对你多好，都打动不了你，因为你心里只有他。说够了吗？没有。纳兰来为我作证，是为了大家，为了魔晶。你不要重伤他，也不要把你的私人恩怨扯进来，好吗？你到现在还为他说话？你的意思是说，郭总和你在很早之前就已经通过电话和语音邮件的方式讨论过魔晶的软件架构和未来实践的可能性？是的。那这些有没有具体的时间和具体的证据？这些东西都在我的邮箱里，我随时都可以拿给你。好，太好了。哦，我还需要把这些语音对话全部都转换成文字材料。有没有需要避讳或者需要特别处理的？没有。那方不方便把你们每次对话的基本情境还有基本内容也帮我形成文字材料？没问题。郭新年，王律师还有几个问题要跟你核实一下。纳兰，你这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说什么？你真了不起啊！你很勇敢，也很有手段。你知道什么时候能抓住他的心。我输了，我以后再也不会和你争了。事情是我做的，我今天就是来道歉的，但是是对郭新年，不是对你。这和勇敢和手段都没有关系。祸是我惹的，我必须站出来。我很感谢郭新年这么长时间以来对我的保护，
他是为我好，但是我并不知情。我要是早知道的话，我早就站出来了。我希望你不要责怪郭新年。我责怪他？我哪有那个权利啊？我没有权利责怪任何人。纳兰，有一个基本事实，现在郭新年是我的男朋友，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们之间还有多少我不知道的秘密？Wendy，我不想跟你争论，我只想跟你说一点：我和郭新年之间是清白的，我们没有任何的秘密。如果你真的很看重你和他之间的感情，那你就对他好一点儿。捷讯剽窃魔晶，魔晶郭新年，运营商起诉魔晶。外妈，你在哪了？我和你爸爸在前门吃烤鸭了。什么？你们这不行？娃娃，不是你让我们来的吗？我让你们来的？老爹，我是老董啊。少爷给我说，你爸妈一直想到北京来玩儿。我说这有什么？举手之劳嘛。再说了，你们两个谈朋友，让他见见父母有什么不好啊？是吧？哎，少爷让我给你一个惊喜，你忙什么呢？赶快过来陪爸妈吃顿烤鸭。真的不是我的主意，不是我的主意，我就是生他们的气。你放过我爸妈。你这孩子真有意思，我什么时候怪你了？喂，赶快过来吧，把咱们的事情谈清楚。你陪着爸妈接着玩，咱们两清。你拿走的钱呢，可以接着花，就算少爷给你赔的不是，剩下的东西必须给我拿回来。我这什么也没有了，都给你们了。一份名单，一块硬盘，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没有闲心针对你，赶快过来。
张书桐，你来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音乐网站的链接到现在也转不过来？正在调试呢，音乐文件格式不一样 ，WAV 的格式太大了，转不过来。现在得写一个转 MP3 的软件。绝对是你们算法有问题！一首歌上传半个小时时间，谁等得了啊？告诉你们，这个补丁写不好，谁都别想下班。你好，你好，这是给魔晶公司一份文件。好的，一会儿有人下来拿。喂，你好，1楼前台有你们公司一份资料，下来拿一下吧。啊，知道了。杨洋，楼下有个文件，你拿一下。吃枪药了你？有病！是不是有我们公司的文件呀？有的，刚送过来的。谢谢，刚送来的啊。拜拜，拜拜。小峰，你睡了吧？通讯的含义，在当今社会里越来越广泛。它包括了信息的交流、沟通、共享，利用互联网的特点，完成一次人类信息的革命和。我吵着你了是吧？我在背辩护词，要不我出去背？不用，我就是想和你说几句话。说吧。如果官司真的输了，你怎么办？现在这个局面，官司很有可能会输。你想过吗？到时候，我们可能连这套房子的贷款都还不起了。有可能啊。要是真的到了那个地步，如果你愿意的话，你还记得吗？我有一套30平米的小房子，就是你第一次去找我的地方。我们可以搬到那儿去住，我可以挣钱，支持你继续做软件。你那么优秀，以后肯定还有机会。怎么突然想起来跟我说这些？
害怕。当时我离开罗维，不是因为他失败了，是因为他的未来里根本就没有我。现在想想，是我有点偏激了。女人对待爱情，从来不考虑其他因素，但是在男人的爱情里，附加的东西太多了。郭新年，求求你，如果你失败了，请你不要抛弃我。你已经认定官司会输了。如果魔晶真的死了，我会去做一个老老实实的人，做一个混吃等死的人。我不会抛弃你的，但也许我会抛弃我自己。我知道了，你也早点休息吧。晚安。晚安。人来了。来了，来，坐。坐。我爸妈呢？啊，我给他们送回宾馆休息了，一会儿我派人把你也送过去。多大了？20。真好。没吃饭呢吧？啊！来，吃，来，吃，拿着，吃。吃。这些有钱人的孩子，就是不把别人的命当命，直到他们吃了大亏，才知道自己错了。其实我和你一样，也是拿钱给别人干活。刚才我陪你爸爸妈妈吃饭，我们应该年龄差不多，聊得还挺投机的。我有个儿子，要是活着的话，应该比你大。所以啊，我就特别理解你爸爸妈妈的心情，把你一个人放在北京，操心呐。吃，接着吃。
你爸爸妈妈真不容易，一个劲儿的给我说北京的房子贵，物价高。你给他们的钱，他们根本就不敢用，都给你存着呢。说等你结婚的时候，要帮你置办东西，别让老公家瞧不起。多好的父母啊！吃啊！姑娘，吃起来没完了，我让你带的东西呢。都记清楚了吗？还有没有什么要问的？没有了。那金总，我们就先告辞了。那你们多费心了。两位这个请。老爷，那个小姑娘我找到，不过东西被她藏起来了。老爷放心，只要人在我这儿，我就有办法撬开她的嘴。你辛苦。还有，马上打电话给纳国正，我要拜访他。另外，给纳兰备一份礼物。好的。还有，麒麟的股东帮我约一下，找时间我要见见他们。我来安排。这一步是从哪儿开始走错的？律师刚才跟您说什么了？律师说，纳兰要给郭新年当证人。什么？纳兰要当证人？他是疯了吗？那他这辈子都别想在投行里混了。纳兰宁可工作都不要也要这么做，你到底得罪他到什么程度啊？这要依着我，早就应该让老董把那姓郭的给收拾了，就不会有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儿。小子，你记住了，别怕那些当面和你作对的，要小心那些拍着你肩膀冲你笑的人，他们背后都握着刀子呢。运营商起诉魔晶，好好的一场官司，哎，有人提出了现行法律没有关于牌照的条款，改为仲裁。哈哈，我刚刚知道了，为这事奔走呼吁的是李奔腾。李奔腾？他为什么要插一杠子？对，他为什么？他希望魔镜活下去，他的利益在哪儿？你能不能提供其他利益，交换他的支持？你能不能想想办法，让纳兰不再做这个证人？记住，有路可走的人不会愤怒。别动着动手，我咬你！别坐下，好好看看啊。洋洋，你疯了！你少！你大白天你在公司就看这乱七八糟的啊？我看这种东西，你是不是瞎？你睁大你的眼给我看看，好好看，谁？看，你打我干什么？金城，这东西哪儿来的？我还想问你，这东西是哪儿来的呢？我给你买饺子吃那天，你还记不记得？给你送这个东西的人跟你是什么关系？你给我说清楚。我哪知道什么关系？我又不认识他。
我就接了个电话，说楼下有东西让我去取一下，我就让你去了。这事你跟老大说了吗？没说。纳兰，这是金伯伯送你的礼物。纳兰，我听你金伯伯说，你要为魔晶出庭作证，有这回事吗？是的。你这么做是出于自愿，还是彭学武要求的？我知道，一定是彭学武怂恿的。他这种公司是非太多，别在洛菲斯干了，去摩克斯泰利吧，我安排。谢谢您的好意。为魔晶出庭作证是我自愿的。纳兰，我一直拿你当女儿看，就算你和我那个不成器的儿子没办法结合，我也希望，我作为一个长者，能给你一些我的生活经验。做人做事，一定要计算一个成本。你一定要那么干吗？你考虑到我们两家关系吗？秘书长，你说呢？现在魔晶的情况可以说是危在旦夕，他不是叶永璋的对手。不管纳兰出不出庭作证，魔晶灭亡都没有悬念。这是蚂蚁和大象的游戏。你要是真为郭新年好呢，你应该保持沉默。至于那个郭新年，我知道他受了很多委屈，我愿意多补偿他。京城剽窃的是他的理想，理想怎么补偿？理想，好多年都没听说过这个词儿了。是吗？但是有很多人是靠理想支撑活着的，所以理想没有办法补偿。我这个人没什么理想，但是有一个原则，我爸教我的，不许说假话。所以我必须出庭作证。这些东西我都用不着，麻烦您带回去吧。不好意思，我先失陪了。金总，不好意思，我女儿性格特别直，话说重了，请您多包涵。金总啊，这件事情牵涉到法律，我不便表态。
这一点，请你原谅。啊。打扰了。慢走。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东西怎么会送到咱们这儿来呢？是不是送错了？应该不会错，这可是京城。那他什么意思呢？对呀，什么意思呢？你说要是真的想把京城搞臭，那直接发到网上不就得了？啊，对了，老大，还有份名单。都是人物啊。哎，老大，你说，咱们要是把这个拿去报警，会怎么样啊？警察会不会把金城抓起来？要是把他抓起来，那咱们这官司不就不用打了吗？这种脏事儿我都懒得看。你说我们去报警，别人会不会以为是我们故意在陷害金城？这种黑锅我们不能背。事情在弄清楚真相之前，别乱来。卢克，把东西先收起来。说话，上来手，5个5，5个5，8个5，9个5，害羞什么？10个5，我开你，喝吧。喝一个。来呀，继续啊！老董，老董，你怎么来了？少爷，打扰您了，没您的事儿，您接着唱歌去。你想把他们带哪儿去啊？想知道吗？麻烦您一块儿去。哟，你也在啊？老爷，人到了。你们好，我是金城的父亲。咱们没见过，你们二位的名字，你们爹妈，我早就听说过。我知道你们是金城的好兄弟，
你们得听叔叔的劝。你们肯听吗？听。啊，你爹妈开连锁超市的，早出晚归挣那点钱，不是让你这么用的。内地法律是不允许在地下开赌球的。这么好的球场不好好踢球，合适吗？为了追债，一家一户的搞得鸡犬不宁，一点也不积德。我们家金城是个好孩子，不喜欢这个。你要是再拉他入股，做那点脏买卖，我对你不客气了。还有你，你不应该在这儿啊，应该在日本呢。不喜欢日本，还是我给的钱不够啊？不够了，你跟我说呀，你董叔也可以给你啊。拿了钱，想去哪儿去哪儿。再有，你们俩根本就不应该在这儿见我。咱们是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见。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别跟金城在一块玩，因为他跟你们不是一路人，知道吗？走吧。别在这儿立着了，让老爷生气。走吧。又是你安排的，你管的也太宽了吧！先让他们睡一会儿，明天一早送他们出国。我不反对你交朋友，但这号人不行。那个赌球的小子，早在公安那挂上号了，骗你说家族生意，不让走能行吗？早晚得吃亏。少爷，忘了告诉你了，录像带上那些人，基本上都让我们花钱送走了，就剩他俩了。给了钱老躲着，明天我给他送得远远的，公安也找不到，这是老爷的吩咐。老爷，事情已经解决了，让少爷接着去唱歌吧。哦，那去吧，去吧。你今天出门没锁门啊？我锁了呀。
钱和手术都在。哎，怎么了？你和杨洋在一起吗？我说话你听着啊，杨容易一惊一乍，所以我说的你先别告诉他。京城的那个硬盘你放哪里了？我就放桌子上了，怎么了？我们家被撬了，但是1分钱都没丢，被翻得乱七八糟的。我觉得像是在找什么东西，一看就不是什么毛贼干的。这不快打官司了吗？咱们都得小心点。你和杨也别在家里待着了，你们搬到酒店去住。你别老吓唬我玩，我都快坐下病了。有什么事公司再说吧。你说啥？没事。吓了我一跳呢！我怎么来了？你这废话你！今天周3，我给忘了。你们是上班还是坐牢啊？说好了周3来给你们做晚饭的，这好吗？都做夜宵了。哎，我这年龄段的能跟着你们熬吗？哦，赖我应该提前跟您说一声。行了，快上去吃饭吧，我走了。啊，这就走了？嗯，那您开车慢点啊，到家告我一声。马上再见。哎，刚后边是不是有人跟着来呀？哪有人跟着呀？你别吓唬我。别吓唬我。你是说这可能跟京城的硬盘有关？我只是怀疑。那报警啊，还等什么？我没有证据啊，我必须得先把事情的真相弄清楚啊。那我为什么要走？他们也太无法无天了，我就在这等着，让他们来，看他能把我怎么样。你是不了解他们，他们就是帮亡命徒。这事要真是他们干的，就麻烦了。当初在高模咖啡的时候，一辆卡车直接就撞进来了，我们3个人差点就没命了。你没有经历过，所以你不知道他们有多狠。东西都带齐了吗？存折还有几份重要的合同我都收好了。那我先送你去酒店。那你呢？我先去公司处理点事情。你说我是不是不应该让他从英国回来啊？也不应该为纳兰来北京，北京没有根儿啊，非得天天跟这些不务正业的人混在一起。我也有责任，没照顾好他。现在说什么都晚了。老爷，您看看这个。这个女孩松口了，说她扣了一个硬盘，还有一份名单。我让咱们的人去魔晶公司物业，把所有的监控都调出来了。东西在魔晶手里。他和魔晶什么时候认识的？魔晶到底牵着这个事情有多深？
啊，打了一辈子鹰，今儿让鹰掉了眼了，下这么大圈套，厉害。魔晶有人找咱们吗？还没有。那为什么呀？不知道。咱们只是挡一挡魔晶的财路，他们是要咱们的命啊！这年轻人一点不讲道义。老爷，你就准备打好官司吧，这些事儿你不要再问了。时代在变，这些年轻人也不能这么对待我。你说呢？喂，你那边怎么样了？没事吧？我没事儿。1802，1802，你记住了，一定给我把门锁好。我这边处理完就过去找你。你一个人小心点，注意安全。我知道了。关于你出庭作证的事情，耐心一点。容爸爸再啰嗦几句啊。依我的判断，这场官司，魔晶必输无疑。何以见得？你想一想，魔晶逼得运营商的短信业务颗粒无收。如果魔晶赢了，那么全国电信业的裁员至少要涉及到几万人，啊，谁给他们安排生活呀？谁给他们交医保？啊，还有社会稳定的问题，这些你都考虑过没有啊？您这个逻辑我不能苟同。发明汽车的时候，马车车夫还失业呢，这种事儿太多了，这是科技进步的结果。你先别着急，听我把话说完。我记得你小时候写作文，每一次都憧憬着，将来机器人如何照顾人类的生活。可是为什么这种情况到现在都没有出现呢？是因为很多人还需要工作，需要活着。所以历史上每一次的科技进步，不一定给人类的生活都带来好处啊。是，我是从小就教你，要崇拜英雄，见义勇为，要永远地站在正义的一面。但是，如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那就有点愚蠢了啊！如果明知道这场官司魔晶必输的话，那么你仍然出庭，证明魔晶的创意设计是从你手里泄露出去的，结果会怎么样啊？证明捷讯是剽窃来的产品，你工作丢了，大家没有面子，你这么做真的值得吗？爸，这个问题我回答过了。我知道这场官司两边实力悬殊，但这关乎道德，关乎理想。如果我不出庭作证，我这一辈子都不得安生。
第一次到澳洲考察，组织个商务团，这澳洲人呢带我们去体会当地的风情，就近距离接触袋鼠。这个导游就说呀，这袋鼠啊性格温和，是人类的好朋友。偏有一个不识相的，走进袋鼠前，完了说：“这么大家伙，好吃吗？”这话刚一说完，这袋鼠一顿组合拳，打得他妈都不认识他了。几个导游把他救出来。一个导游抱怨说：“没想到他能听得懂中文，还是粤语。”啊，我们在70年代啊，在这个黄金海岸做了一大片这个房产。这些年呢，陆陆续续的啊，就快卖干净了。要早认识你们几位，就转给你了。老爷子，您看看我们几个谁像做房地产的？那我之前是个码农出身，赵花之前是做律师的，一飞、卫东那之前是编程的。老爷子，我跟你说，就我们4个人呐，组团去趟契丹，那都回不了家。你们现在这时代的宠儿啊，一个麒麟是 Facebook 的4倍，全世界用户最多的软件，连外国人都羡慕得不得了。像我这老头子张口结舌的，拍马也追不上。老爷子，在这4个人当中啊，我最俗。您刚才说那澳洲黄金海岸的房产，我是很感兴趣的。黄金海岸的房产卖是卖的差不多了，但是几位想要呢，还是能匀出几套来。哎呀，那太好了，谢谢老爷子，谢谢老爷子。今天请诸位来，是想咨询点事儿。啊，老爷子，有什么事儿您就说。啊，我有个儿子，研究这个小软件，捷讯。捷讯那还是小软件啊？啊，老爷子，您可太客气了。哎呀，他一人在北京，没有事情做，总公司也就投点钱而已。他现在打官司，你们知道吗？啊，听说了，不是跟那个魔晶吗？一个小 APP。小吗？我听说挺厉害的呀。小得很，走红了一段时间，眼看着就完了。不会，你和运营商打官司，那一定很厉害。老爷子，这种小软件多的是，上来就是找死的，您犯不着操心。可能因为您常年在香港，不太了解这边的事情。不会的，我听说麒麟一直在帮他。啊，上次升级的时候借款5000万，李奔腾亲自送去的。不好意思，你接着说。这段答辩词太犀利了，会引起专家团的反感，我建议删掉。又是哪段啊？魔晶是移动互联网的一次技术创新，任何创新都会出入陈旧的势力。我认为，在近代的100年里，人类发展最有指导意义的只有2个人。达尔文和马克思。达尔文说，新物种必将取代旧物种；马克思说，革命必将胜利。毛主席补充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我觉得挺好啊，有什么问题吗？您这是要去约架吗？为什么不能给自己留一点余地呢？我已经很温和了。诸位，你们指点一下老邱，你们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是不是我哪儿做的不对，让你们不高兴了？
官司的输赢我不介意，啊，麒麟财大气粗，我得罪不起。还请诸位高抬贵手。那个老爷子，真的，您对我们这些晚辈啊，实在是太客气了。高抬贵手呢，说不上。但是奔腾做这件事，一定是他考虑过的。我们这几个人都是有分工的。卫东呢，在麒麟负责研发跟升级，我们在外围啊，负责融资跟并购。这个麒麟的日常运营都是奔腾来处理的。哎，老爷子您放心，奔腾啊不是一个惹祸的人，他之所以这么做，都是有原因的，他不会自取其辱。那我就放心了。官司的事儿法院定，只要咱们之间没有误会就好。金总，准备好了？放好了，入席吧。来，叔叔阿姨，别着急啊，要喝点水，咱们有什么话慢慢说，问题都是能解决的啊，别着急，别着急。老大来了。老大，这二位是庄小蝶的父母，他们本来是来北京看孩子的，结果庄小蝶给他们打了一个电话，说把东西放在咱们魔晶公司了，让他们来魔晶公司取。但是现在给庄小蝶这个人打电话已经联系不上了，所以他们父母就特别着急。等会儿，我没听懂，谁是庄小蝶？庄小蝶，我从监控录像里调取的。就是他。叔叔阿姨，你们跟我说说到底什么情况？小蝶让我们来的，他说东西在你们公司，让我来拿。我觉得这事儿应该没有那么简单，会不会是金城在背后搞鬼呢？怪事越来越多了啊！昨天晚上我们家也被翻了一遍，但是什么都没丢。现在我知道了，他们是要找这个硬盘。郭总，有人找你。没事啊，别紧张。客人在这儿呢。是你啊，胆儿挺大呀。我不能不来呀，有些事我怕你处理不好，身败名裂。身败名裂？你是说我呀，还是说金城啊？这么说，硬盘你看过了？我请求你把它还给我。昨天晚上我们家被翻了个底儿朝天，谁干的呀？郭总，过些年我劝你好好准备你的官司，这些事情和你没有关系，你也别跟着掺和了。我可没有掺和，都是事儿来找的我。硬盘我会报警交上去，你也别在这儿吓唬我。东西是我们的，关键是它牵扯到别人的私生活。哦，是吗？正好，庄小蝶的父母就在这儿呢，你自己去跟他们解释解释，这硬盘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还有，我刚知道，庄小蝶的父母已经联系不上她了，到底什么情况？所以啊，有些事儿不该管的就别管。我再次请求你啊，把那个硬盘还给我，并且保证没有复制。我知道了，但是这儿不欢迎你。好的，好的，打扰了，郭总。进来。你要为魔晶出庭作证？是啊。你想证明什么？我跟您说过，捷讯剽窃了魔晶。去，把你的证词拿给我看看。这是我私人的事儿，我为什么要拿给你看？因为我是你老板，魔晶的利益与你我生死有关。我不该看吗？